到底快乐是什么？到底活着是什么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哦。看到我穿上这个正式的西装，就知道今天要讲的话题是那种嘻嘻哈哈的，是认真要讲那种。我今天特别聪明，我用一台手机去做录音，然后另外一个手机就正常录，就不会发生像上次我那样，就是录了半天的那个内容完全没有声音的那种遗憾的事情发生。所以我有 A 镜头跟 B 镜头，厉害吧？升级了。我们尝试看今天的录影效果，看好不好？今天穿这么正式，首先要谈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了。其实它的启发是因为我今天刚好看了一个哈佛教授一个访谈内容，算是二次创作了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影片？最后我原因最后再讲。会想要拍今天这个主题呢，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对到底快乐是什么，到底活着是什么，这个意义是什么的话题我非常有兴趣。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会先就它的内容去做一个分享，当然还会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。结束之后，我还会再做一些简单的杂谈。关于这个教授呢，他就是所谓的快乐专栏的作家，他叫做亚瑟·布鲁克斯。他讲的东西呢，有些是我认同，有些是我没有那么完全认同，所以我只会讲我觉得认同的部分。他有提到快乐主要来自于3个最大的营养元素：有意识的享受、满足感，还有目的。不过我觉得这样还是有点简略的概括了。我比较倾向于同意快乐是汉堡，你需要的是汉堡。不过当然它里面也提到一些素食的缺点。我说的汉堡不是字面上的汉堡，我的汉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请看我之前的心得读书心得分享。好，我们赶快切入主题。他是说他提到，如果你觉得生活没有目的、没有意义的时候呢，你要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？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为什么而死？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，你就可以找到你的意义，属于你的意义。不过他不是真的叫你去死啊，就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去死，是 die for， 就有点像死了也瞑目的那种概念啦。他是说 what you willing to die for， what you willing to die for。你能回答这2个问题吗？我也想了很久啊。然后他还提到所谓的不快乐曲线哦，就是人类其实原本都还蛮快乐的。大概从20岁之后，它就会慢慢的下降，然后一直到45岁之后再慢慢的上升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其实会不会所谓的一些更年期就是这个的原因呢？还有我想补充一个，就是追逐东西的感受。我之前在有一本书里面也看到，我忘记是哪一本书了。它就是说，这跟多巴胺有关系，你就是会因为多巴胺的关系而去追逐某个事物，这多巴胺驱使你去做这件事情。好像是别让大脑不开心的那本书吧。就是总之这是一个多巴胺的陷阱啦，对我而言是陷阱。那就是人都会去追求自己没有的事物，像是你想买的东西啊，你想追的女孩啊，你想完成的事情啊，但是等你真正得到之后，你就会无感了。陷阱啊，这是多巴胺造成的，它的意图就是让你继续去追求新的东西，这是人性，这是多巴胺写在你的基因里面，无法改变。但当然你也有办法改变啦，当然你就是可能必须要像那个这个教授他有讲到的，你其实可以去借由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去了解你的感受，进而控制你的感受，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，才有办法去调整跟控制。他有说像动物的话，像狗的话是没办法有这种控制能力的。他说他看到饼干就想吃饼干，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，开心就开心，不开心就不开心，不会像人类一样有。我觉得这讲白话一点就是自制力了，会再多想一层，第2层思考算了。反正这跟人类的演化有关系啦，细节就不详述了。其实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知足啊。我前几天的读书心得分享里面也刚好有提到，也是停止去追逐，停止继续去追逐那个东西。就是你达到目的地之后，你就要停了，你就不要一直在无限的去追逐。那本书是致富心态，他提的东西有点类似又不完全一样。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再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位教授他虽然有提到我们的快乐曲线就是像 U 型这样子，算 V 型啊，这种令人不是那么快乐的结果。但是其实我们人类啊，有一个智力曲线，它是倒是相反，它是会一直往上升的，一直往上走。它称为晶体智力。我发现这个比较累的，它就像斜坡一样，到你70、80岁都还是会上升到那边，维持在那边，就是它不会往下掉。它那种东西就是有点像，如何去辨识模式，去领导他人，去教导他人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很快吧。为什么会做这个影片的原因，就是其实这个作者，这个
教授他也提到了，你如果看完之后，你必须把它分享，你必须把它分享出去，否则你就会失去它，你会失去它。那当然，以上的心得分享里面不一定100%都是作者的原意啦，所以我会把他的原本的影片连结放在留言这边，放在资讯栏里面啦。那如果有兴趣的人，一定要去看一下他原本讲的是怎样哦，因为我可能有一些误解，有可能自己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哦，所以大家要看一下原本的是怎样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第二部分，第一部分看完了，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。我最近真的是受不了啊！那个大家知道花朵舞吗？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跟桃子姐一起看那个综艺，看《天才冲冲冲》，然后就看到那个潘若迪在那边这样转啊，然后想说他在干嘛，然后后来才发他在跟我说这很红你不知道？我就说我不知道啊，什么东西啊，听都没听过。然后他就说，就花朵舞就是一个韩国的一首歌。然后后来我就是去查了一下，然后听了一下，觉得真的蛮好听的。然后从那时候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怎么到处都在放这首歌啊？就是街上到处都在放这首歌。可是问题是呢，我发现我睡觉的时候，这首歌还在我脑海里面我就觉得哇，我是被这很中毒我好像被洗脑了一样，连睡觉都是他那个旋律。然后我就开始变得烦躁，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到底是怎样？然后现在呢，我只要听到那首歌，我都觉得很想揍人，就好像听到很烦，就很像，他有一个很神秘的曲线就是从不知道他觉得不错听，然后越听越好听，然后听到听的音乐怎么那么烦，就是听不下去。我现在听到那首歌就会暴躁起来，我只要听一次，我就会然后疯掉。然后网络上还有一些人拿他的宠物来玩这个花朵舞啊，大家真的比较乱。我今天怎么可以没有酒嘞？总而言之啦，今天的那个影片就是要讲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常常去问自己的，那我始终问自己，始终没有得到一个让我自己满意的答案。看到这个影片之后，才想说，那我来做个影片，把我的想法整理一下，就是这样一个初衷啦。最近我把我的一些股票慢慢的减码出清，获利了结啦，至少拿回了2到3成。就像今天我也把我的那个纳斯达克拿出来，然后我前阵子拿了我的 NVIDIA 拿出来，都是赚蛮多的。会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就想说，果然啊，果然可能没录到音，这一趴先结束。恐怖啊！我的录音工具到后面它直接关掉了，还好我有备份啊，就是有用保险，就是2个一起录，不然我后面声音又不见了。好，不然就顺势结束这一部影片吧。那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好像没有说我这次频道是干嘛的，我这个频道是大肠面线频道啦，原本，然后后来就是主要是一些酒精相关的，像喝酒的品饮的日记啊，品饮的感受啊，然后还有一些杂谈，就是我的一些时事啊，跟人生的东西啦，然后还有一些生活记录，然后还有一些旅行的记录，那旅行也算是生活记录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MA100，就是我跟 AI 一起写的短篇故事，那持续上架当中，目前已经写了50个故事了。我预计在今年年底还有半年的时间，会把另外50个故事写完，好吧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拜拜。杂谈补充时间，下面是杂谈中的杂谈。其实，是不是生活过得太安逸，人类才会思考存在与意义的哲学问题呢？ Miki 觉得，台湾人有时也蛮无奈的，扛着先人的业障与原罪，面临国际上身份认同的模糊问题。或许也因为这样，没办法像韩国跟日本有明确的国际认同，甚至强大的文化表现。说到文化 ，Miki 觉得韩国、日本在文化输出上真是傲视全球。在这先不谈原本文化表现就很强的欧美，让我们看看日韩综艺、K-pop、J-pop、日本动漫如此强大的文化输出 ，Miki 实在非常羡慕。
反观台湾拥有什么呢？好像有点模糊，对不对？有些很在地的8+9感觉，跟中华文化有关的，又好像已经被沦陷区弄臭了。要是你跟他们扯上边，他们一定说这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好啦，你要就给你们吧。因此 Mickey 总觉得属于台湾的特色与文化，能被国人甚至国际认同与辨识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 Mickey 忍不住想，哎呀，该不会只有珍珠奶茶吧？好了，以上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